这台5米高的娃娃机被一双大长腿拦住了。他抬头望去，就算跳起来也打不到他的膝盖啊！驾驶舱的阿妹和小黑开始害怕了，他们赶紧举手投降，但只是虚晃一枪，无数烟雾弹从娃娃机身上掉出来，周围一片迷茫。娃娃机想趁乱逃走，但对方那大长腿3两下就撵上来了，他直接团成团想圆润的离开，对方没耐心了，出拳放绳通电，娃娃机瞬间就瘫了。大长腿伸出手，礼貌地敲了敲，别墨迹了，赶紧滚出来吧。2个人被逮捕了，罪名是非法拥有机甲。警方倒也没有惩罚他们，而是看中了2人的机甲天赋，将他们都送到军事基地接受训练。小黑和阿妹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左看看右望望，哇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个一定很贵吧？他们还不知道真正的机甲战斗有多残酷血腥。几个月后，小黑凭借出色的成绩开上了王牌机甲流浪号。今天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，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。从海里冒出不明黑机甲，一上岸就朝他们开了2炮。小黑一侧身躲过了攻击，但背后的大楼就遭殃了，楼顶的停机坪直接掉了下来。他猛地一伸手，又救了几个围观群众。指挥官想指导小黑作战，没想到黑机甲的后背发出干扰电波，直接切断了通讯。流浪号开始反击了，但第1拳就被接住了，对方又是一记上勾拳，直接将他揍到了半空。流浪号被震得不轻，黑机甲又抱住他一通猛摔，周围的大楼碎的碎，塌的塌。流浪号怒了，甩出了左臂的利刃，没想到黑机甲也有2把火焰剑，2个庞然巨物就在街头拼起了剑术。黑机甲一剑砍下去，楼层像蛋糕一样被切开了，幸亏打工人闪得快啊！流浪号怕更多人受伤，赶紧启动了手臂推进器，一拳破敌。黑机甲见拉开了距离，马上开炮反击，爆炸余波震飞了指挥官的直升机。流浪号急了，右臂的电磁引力快速凝聚废墟，用力一抡，将黑机甲砸出好远。他奋力奔向直升机，想接住指挥员，机甲的指尖都已经碰到机身了，但还是遗憾错过。小黑只能眼睁睁看着最敬爱的人葬身火海。军方的援兵终于来了，黑机甲立刻钻进海里，逃之夭夭。高层们感到很疑惑，机甲技术一直是由官方垄断的，这只黑机甲是怎么造出来的呢？根据指挥官生前留下的线索，他们发现西伯利亚一个废弃工厂曾经生产过机甲。小黑自告奋勇要去调查，他刚踏上这片极寒之地，身后炮火就袭来了，又是黑机甲，工厂已经被炸成火海，仇敌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就在这里一决生死吧。黑机甲喷出高温射线，困住了流浪号。驾驶员小黑一拳打在冰面上，顺势躲进了湖里。黑机甲上前查看，几颗炮弹从湖面射出，反向炸毁了他的落脚点。流浪号从湖水里冲出，压住他就是一拳。黑机甲刚想反击，又挨了一记等离子炮，双方都亮出大宝剑。流浪号一个滑铲，直接来了个开膛破肚，竟然减缓了他的行动力。小黑想乘胜追击，没想到利刃断在了对方大腿里，黑机甲双剑猛砍，流浪号被迫空手接白刃，冒着烈焰的利刃已经要砍进驾驶室了。小黑心一狠，一记头锤撞开敌人，然后拔出利刃，猛地插进脖子，再一伸手，直接将动力盒掏了出来。黑机甲顿时瘫倒在地，流浪号一脚踩住他，3两下扒开驾驶舱，眼前是令人震惊的一幕，里面没有任何驾驶员，只有一个黏糊糊的不明生物。小黑将这个恶心的东西带回基地，科学家发现它不是纯粹的外星生物，而是用地球科技改造出来的，这也就说明人类的队伍里一定有内鬼。夜幕刚刚降临，2只变异的无人机甲突然袭击了基地，现场一片狼藉。原来内鬼提前下手了，正是主导机甲研究的博士，他的大脑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了。博士趁乱来到实验室，启动了毁灭程序。全球各地的海面上，变异的机甲正合力打开虫洞，一只巨大的怪兽从里面爬出来。突然，机甲爆炸，虫洞关闭，怪兽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，就被拦腰砍成半截。原来是机甲公司的老板及时赶来，强制关闭了程序，但已经有3只怪兽跑了出来。这3只怪兽不约而同都来到了日本东京，一路打砸抢，市民们纷纷躲进了地下防空洞。中间这只脸最大、头最硬的雷怪就是他们的老大，也是最高等级的怪兽。4个从天而降的机甲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正是人类最后的王牌兵器。流浪号一记重拳打向雷怪面门，冲击力竟然被吸收了，蓝色的能量汇聚到雷怪手掌，反过来将流浪号掀飞。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迅速调整战略，打开电磁引力，将大厦一栋一栋拉下来，但根本砸不死雷怪。
另一边，刀妹祭出双刀，直接砍伤一只小弟，队友掏出电弧鞭又抽飞一只，眼看战况焦灼，内鬼博士直接启动了终极武器，无数小型机器人冲入战场，爬上3只怪兽的身体，分解重组，最强的怪兽之王即将诞生。4大机甲看着眼前的怪物惊呆了，这可是融合了3只怪兽的终极兽王。大伙儿握紧手里的武器，摆好架势，准备开干。小黑一声令下，众人冲向了敌人，兽王一拳落地，巨大的冲击波直接掀飞了他们。鞭子哥想攻击兽王的眼睛，没想到被对方薅住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甩了出去，当场废掉。刀妹一个空翻砍破了兽王的右肩，刚转身，双腿直接被他的尾巴截断，兽王扎穿了刀妹，直接摔出几百米远。锤哥的流星锤迅速补上，轰掉了兽王半颗牙齿，但下一刻他被死死咬住，3两下就被扯烂了。这真的是葫芦娃救爷爷，一个一个送人头啊！最后的希望只能看小黑和他的流浪号了。他跳上兽王的后背，但根本砍不进去，武器也被对方轻易折断。兽王举起机甲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等离子炮还在不停攻击，但就像挠痒痒一样，他抬起尾巴，一下刺穿了流浪号的驾驶室，队友顿时皮开肉绽，倒落的机甲就像一堆烂铁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毁灭了。兽王转头向富士山爬去，他的目的就是投身火山，将自己血液与岩浆混合，产生几十吨毒气，直接改变世界环境，而他背后的外星人就能来地球生活了。队友阿妹及时进入驾驶室替补，流浪号又站了起来，保全了老铁。小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，集中全部燃料，将机甲送进大气层，然后利用惯性直接砸死兽王。世界都快毁灭了，那就赌一赌吧。关键时刻，大甜甜驾驶着娃娃机从天而降，送来了装满燃料的推进器，将它直接焊在机甲上，点火升空。推进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娃娃机还没来得及跑开，就被一起带上天了。穿过云层，直达万米高空，阳光洒在机甲身上，是胜利的光芒。记不记得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惩罚？流浪号摆好姿势，小黑不断发送等离子炮，调整下坠轨道，但机甲也接近崩溃了。富士山越来越近，只有一个逃生舱能用了，再不走必然同归于尽。危急关头还是要看大甜甜，他用娃娃机切开了驾驶舱，将小黑和阿妹全部救了出来。兽王已经爬到了火山口，抬头一望，和万钧之力的机甲来了个正面相撞，巨大的冲击波在四周掀起雪崩。懵逼的怪兽还想再站起来，他叫了2声，终于嗝屁了。这是人类又一次战胜了怪兽。虽然外星殖民者必会卷土重来，但请相信，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。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，必定又会有一批人挺身而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